自从 4.3 周年版本以来，七圣召唤的元魔家族迎来了一位又一位实力强劲又各有所长的成员，而 4.6 版本时装的2位元魔更是都有着独门绝技，一看就是元魔中的极品呀。行动牌也有着新体系的加入，为新版本的牌组构筑带来了无限可能。那么吹得这么猛，他们和捷德打起来能赢吗？会赢的。好的，大家好，我是新卡前瞻特工马亚鱼 BF。哎呀，又到了每个版本最令人期待、最令人遐思的新卡预览时间了。话不多说，直接一起看看新时装的角色牌吧。尽管元魔非常有特色，但是这次依旧是先从可以装备武器牌的自击角色看起。首先是97忍，到期雷元素单手剑角色，元素战绩乐符雷草之轮，生成一个名为乐符草轮的出战状态。如果97忍的生命值不少于6，就会对自身造成2点穿透伤害。乐符草轮这个出战状态会在我方切换角色后造成1点雷元素伤害，并治疗我方受伤最多的角色1点。拥有3次可用次数。3头扣2血，可以打3伤回3血，挂3次雷，但是要3回合才能吃满收益。和阿贝多的杨华、77的寒冰鬼差和迪西亚的禁焰剑狱一样，是一个使用时没有伤害，但是能有额外收益的3回合效果。但它是一个出战状态，而非召唤物，因此不会占据召唤区的格子，也不会被消除。元素爆发，御用冥神异山记。3雷2冲能造成4点雷元素伤害，恢复2血，是一个标准的3头2冲，价值6头的模型，没什么好说的。但是天赋就有的说了，天赋割舍软弱之心，元素爆发天赋，没有额外消耗。装备天赋的97忍被击倒时，使其免于被击倒，并治疗到1点生命值，每回合可以触发1次，并且装备天赋的97忍生命值不多于50，造成的伤害加1。看完技能，角色的定位就非常明确了。97忍是一个生命值反复横跳的角色，开局使用战技后切人就会扣2血并回复1血，元素爆发也会立即回复2血，因此非常适配以老兵的龙岩、梅洛彼得堡和机关铸成之链为代表的生命值变动体系。而在天赋的加持下，97忍相当于每回合有一个专属的煎蛋，在残局能赚取非常重要的轮次收益，并且有1点增伤效果。5血以下普攻打3，元素爆发打5，尽管不多，但也算是提高了1点残局收割的能力。97忍是一个中慢速角色，构筑牌组时可以考虑加入双水，带上老兵的熔岩和水共鸣，但不需要构筑成双水莱伊拉那种彻底的慢速，可以加入灵人、公子等走中速路线。第2位是发露山，须弥风元素攻角色，元素战技飞翔风天，造成3点风元素伤害。发露山附属状态疾风视线，这个状态会使发露山的重击变成风元素伤害，少花费1个无色元素，并且让目标附属上风压滩线，有1次可用次数。而这个疾风视线状态下，给对方附属上的风压滩线状态呢，会在结束阶段将其所附属的角色拉到前台，有1次可用次数。这个状态套状态的层层嵌套啊，可能会对阅读造成1点障碍。简单来说，就是发露山战绩后的1次重击，会在当回合结束阶段将这次重击的目标角色拉到前台来。元素爆发，团风密道。3风2冲能造成1点风元素伤害，并召唤鹤耀多方面体。该召唤物会在回合结束阶段造成1点风元素伤害，并且当此召唤物在场时，对方角色受到的风元素伤害加1，拥有3次可用次数。这是个和深鹤类似的元素爆发，第1回合就能打出3点风伤，如果吃满3回合更是能打7，更不用说这3个回合对方受到的风伤还会加1了。发露山的天赋也是元素爆发天赋，妙道合真，没有额外消耗，让发露山元素爆发的召唤物，也就是这个鹤耀多方面体，在入场时和行动阶段开始时都会生成一个风元素头，也就是说，在使用元素爆发后会立即返还1个风元素头，并且后续2个回合都会返还1个风元素头，如果能吃满，就相当免费使用了这个元素爆发。发露山的技能和元神本体中别无二致，作为风元素角色的专拐，它能提高全队的风伤输出，当然也能增幅自身的伤害。在场上有鹤耀多方面体时，元素战技可以打4，附魔重击可以打3。如果有王下进士，1个战技就能打5，附魔重击可以打4。
并且天赋的效果还能保证这3回合的动数。因此发露山的配对非常广泛，可以配合莫娜和另一个风元素角色组成双风队，也可以发露山自己当主 C， 甚至可以考虑放弃元素反应，直接组出3风队来吃满元素爆发的收益。此外，附魔重击提供的风压摊线能将特定角色拉出来点杀，因此也适配召唤流。如果说发露山是提供增益的童鞋角色，那么下面要介绍的就是给对方加上负面效果的虚无角色。没错，它就是下版本时装的原模牌之一——深渊使徒激流。深渊使徒激流水元素魔物角色，生命值上限为6，普通攻击为物理伤害，被动技能水之新生，在对局开始时附属一个名为水之新生的状态。该状态在水使徒被击倒时，使水使徒免于被击倒，并治疗到4点生命值，并且触发之后，水使徒造成的物理伤害变成水元素伤害，另外水元素伤害额外加1。元素战技回窝锋刃，造成2点水伤，随后准备一个造成1点水伤的技能。标准的3伤战技，但是分为2段，可以拖动数，也能吃到冒险憧憬的增伤。但是由于水使徒的生命值上限只有6点，因此如果没有天赋的班尼特只会触发回血，必定没有增伤。如果触发过自己的天赋，那么这2段伤害也都能吃到天赋的增伤，打出3+2的超模伤害。元素爆发激流强震，3水2充能，造成4点水伤，在对方场上生成出战状态暗流的诅咒。该出战状态会让所在阵营的角色使用元素战技或元素爆发时多花费1个元素头，拥有2次可用次数。同样也是6头收益的模板，但是只是有4点是我方的收益，另外2头用于限制对方的行动，让对方多花费2头使用技能，相当于和对方做了头子交换。虽然看上去是2头换2头，但实际上掷出4甚至4以上的有效头，对于对方的头运要求更高。如果对方这个回合运气不好，还要消耗手牌去调和出有效头，进一步消耗对方的资源。如果头子数合适，还能压缩对方单回合的动数。当然有收益也有风险，因为暗流的诅咒只能增加对方战技和元素爆发的消耗。如果对方选择使用普攻，并且有元素附魔或是行秋、夜兰、元素爆发这样的普攻连携不攻击，让普攻不亏，那么暗流诅咒的收益就会往后推迟，可能无法打出应有的效果。当然，由于这个诅咒效果没有限制回合数，因此只要对方使用战技或爆发，我方就一定能获得收益。水使徒的天赋牌则是其被动技能的天赋，消耗1水头，在入场时，如果水使徒已经触发被动的水之新生，就会在对方场上生成1次暗流的诅咒。在水使徒被击倒或是触发水之新生时，也会在对方场上生成暗流的诅咒。水使徒是兼具伤害和 debuff 的角色，触发被动后，可以在限制对方行动的同时打出不俗的伤害。配对时要考虑到它被动增伤的特性，可以选择班尼特和藏镜这类增加2段战技伤害的角色，也能搭配2名愚人众角色去携带愚人众的阴谋这张牌，提高战技2段水附着的利用效率。当然，考虑到元素爆发和天赋牌提供的大量干扰，也能以元素爆发和天赋为核心，构筑一套折磨人的干扰牌组。另外需要特别提及的是，水使徒的血量上限只有6点，正好会被装备狼墨的角色使用一个3伤技能收掉，如重云、雷泽、迪卢克等，因此这个角色没法防狼墨，也算是策划给他的一点限制吧。水使徒的技能组很有新意，但增加元素头的干扰技能也不是第一次出现了。藏镜侍女的天赋、无相之雷的元素爆发都可以增加切人所需的元素头来干扰对方行动，但最后这名元魔的机制绝对是七圣召唤中绝无仅有的。铁甲熔火帝皇，火元素的魔物角色，在千年珍珠峻陵后，远海异种的另一名霸主也加入了七圣召唤。被动技能帝王甲胄，在战斗开始时附属上5层重甲蟹壳，这个重甲蟹壳就是护盾效果。在我方执行任意行动后，如果我方场上有重甲蟹壳以外的护盾或是出战状态，就将其移除，每移除1个就会为铁甲熔火帝皇加上2层重甲蟹壳。
护盾状态也就是显示在角色牌下方的这个黄色标记，每移除一个这种标记，就会给火螃蟹叠2层甲。普攻为物理伤害，元素战技烈焰燃战，造成1点火元素伤害，随后叠2层甲。如果重甲蟹壳至少有7层，那么元素战技造成的伤害就会加1。元素爆发3火2充能，准备一个名为炽烈轰破的技能，这个技能会造成1点火元素伤害，给对方所有的后台角色造成2点穿透伤害。没有2层重甲蟹壳，就使本次造成的火元素伤害加1。一方面，这个技能只有2层甲就能在前中期吃满收益，但另一方面，冗长的叠甲过程和元素爆发的准备时间，可能会给对方削减蟹壳层数的机会。而火螃蟹的天赋和水使徒一样是被动天赋，天赋牌龙火铁甲，消耗1火头。当我方除重甲蟹壳以外的护盾状态或出战状态被移除后，给装备有天赋的火螃蟹附属上2层重甲蟹壳，也就是每回合可以多叠上2层甲，并且在回合开始时，对方先手击破我方角色的护盾，应该也是能触发这个天赋叠加2层蟹壳的。除此之外，这个天赋还能在后台消除元素，可以在后台消元素后再切到前台来承伤，避免受到元素反应，保证自己蟹壳的层数。另外也能针对各种后台元素反应，没错，针对的就是你流浪者和雷鹰权限。火螃蟹是一个通过削减队友的生存能力来赚取自己额外护盾的角色，被动每移除一个原护盾就能叠2层甲，因此比较适配能打出结晶反应的炎属性队友和自身有护盾技能的角色，其中最适配的当属北斗和坎蒂斯。这2个角色的战技护盾会被对方通过切人、续爆等手段规避掉，但是有火螃蟹作为队友时，就会直接移除护盾，让战技的5头收益必定吃满。但是反直觉的是，火螃蟹可能不适合以护盾为主的双岩牌组，因为被动叠甲的层数是按照移除状态的个数而非层数来计数的，也就是说，不管一种护盾叠了几层，只要它是一个状态或是出战状态，那么就只能叠2层甲。如果使用双岩共鸣，很有可能出现4层、5层护盾被火螃蟹移除，但是只叠了2层甲的情况。因此，在配对时考虑搭配一个岩元素队友，再搭配上一个自带护盾角色的组合，也就是火螃蟹加岩加其他的配置。行动牌中可以携带上千岩牢固和将帅兜鍪，用来给火螃蟹叠甲。总结一下角色牌，97忍是枫丹体系的润滑剂，发露山、水使徒和铁甲熔火帝皇都有成为主 C 的潜力。角色牌各有特色，而行动牌也带来了新的思路。那么接下来就是7张行动牌，首先是武器牌工艺的仇报，2同色头但没有基础的1点增伤，这是第1张没有基础增伤的武器牌，取而代之的是角色使用元素爆发时有2点增伤。另外，在我方出战角色受到伤害或治疗后，会累计1点名为公益之礼的层数，当其累计到3点时，则会为附属角色增加1点充能。从功能性上讲，它像是绝缘之奇印的武器版本，但是在特定的配对，如双水或者料理体系的牌组中，可以快速叠加层数，启动附属角色的元素爆发。例如林尼开局，先手装备上工艺，使用影锯魔术剑，再吃下对方2次技能，就能获得1点充能。大概我方角色3到4动就能直接充满附属角色的能量。工艺的适用范围也很广，长柄角色中需要元素爆发启动并打出伤害的角色很多，如托马、坎蒂斯、香菱等。另外，虽然理论上工艺枪是一个适配机关铸成之链的牌，但是比起用打螺丝省头子，显然更希望早点装上工艺枪，用变动的生命值去叠工艺之礼的层数，来加快元素爆发的启动。圣遗物牌紫金的花冠，一头当所附属的角色为出战角色，敌方受到草元素伤害后，会累计1点名为花冠水晶的层数，这个层数没有上限，如果层数不少于我方手牌数，则会生成1点随机的基础元素头，每回合最多生成2个元素头。这张牌可以视为更便宜但是限制更大的圣遗物版彩叶翠光。彩叶需要3同色头，限制单手剑角色才能装备，而花冠由于目前没有草元素的协同攻击，
只有启凉凉、瑶瑶和白竹可以在切换时提供后台草伤。如果想装备给草元素以外的角色，就对角色牌的选择有比较严格的要求。此外，花冠水晶想要提现对手牌数也有要求，需要在牌组构筑时选择能够大量倾泻手牌的构筑。由于每回合花冠水晶的叠加层数没有限制，因此草元素伤害的频率越高，就能越快提现出元素头。因此能用更少的动数打出更多次草伤的角色，如艾尔海森、启凉凉就适合装备这张牌。因此这张牌最适合的是以艾尔海森为启凉凉为主 C 的牌组。场地牌青睐岛，一头任意阵营的角色受到治疗后，会为其附属一个名为悠远雷暴的状态。这个状态会使附属角色在回合结束阶段受到2点穿透伤害，可用1次。这个场地持续2回合。都说字越少效果越强，这张牌也确实拥有与它字数相匹配的强度。这是一张全场净疗牌，对方只有回复2点以上才能在回合末有正收益。这张牌也是环境牌，尤其克制芭芭拉、双水这种以群体治疗为主的牌组。环境对策牌就没什么值得特别说的，环境中有双水牌组就可以带它来针对，没有就不会带它。接下来的2张新伙伴牌太郎丸、白手套和渔夫都是同一个类型。太郎丸2杂色头，入场时生成4张太郎丸的存款，均匀置入我方牌库中。我方打出2张太郎丸的存款后，则会弃置此牌，召唤愤怒的太郎丸。存款的效果是0头生成1个万能元素头，愤怒的太郎丸的效果则是在结束阶段造成2点物理伤害，拥有2次可用次数。从模型上说，太郎丸是个2杂色头换4万能，还有4伤害，总计8头收益的超级超模牌。但是太郎丸的收益很慢，描述中的均匀置入不知道是否会在牌组的首尾置入。如果牌组首尾会各放1张存款的话，对局开始时起手打出太郎丸，接下来的1张牌会立即抽到1张存款，但是下一张存款要过10张左右才能抽到。如果首尾不放，4张存款将牌组均分为5份的话，那么打出太郎丸后每抽6张就能抽到1张存款，相对容易一些。但是可以转换一下思路，不需要在开局就拍下太郎丸，开局可以专注过牌，等到牌库所剩无几的时候再拍下太郎丸，用提前留下的过牌来快速将存款过到手牌中。以目前的捷德牌组为参考，如果构筑中过牌拉满，一般第3回合就能抽干牌库，但是收益还是偏慢了一些。此外，太郎丸作为伙伴牌，也能配合迪纳泽带减少骰子的消耗。总的来说，太郎丸的收益还是偏慢了一些，需要牌组有强大的过牌能力，并且在对局中过牌能顺利运转，才能有足够的收益。白手套和渔夫0头伙伴牌，在回合结束阶段生成1张清洁工作，随机置入牌库顶上的5张牌之中。如果可用次数剩余1，则会抓1张牌，初始可用次数为2。清洁工作消耗0头，使我方出战角色下次造成的伤害加1，效果可以叠加到2层。相比太郎丸这张牌的收益就明显要快上很多了。回合结束阶段触发后会抽取2张牌，运气好一点，基本上就能把清洁工作抽到手上了。如果没有，配合1张过牌，如立本、运筹帷幄，也基本能将其过到手上。而在可用次数只剩1时，白手套自己也能抽1张牌，概率更高了。而清洁工作的效果也不错，相当于1张不占宝石度，并且可以叠加的绝云锅巴，非常灵活。唯一的缺点就是会干扰下回合的手牌，影响关键牌的上手。太郎丸和白手套为七圣召唤带来了一个全新的洗抽体系，通过洗入 token， 也就是衍生物，并且将其抽到手牌中来获取收益。这个体系的特点就是构筑需要有一定的过牌量，同时也能带来随机性的乐趣，是卡牌游戏中一个常见且好用的设计。那么下面介绍的也同样是一张洗抽体系的牌，不同于太郎丸、白手套，这张牌是事件牌。海中寻宝1头生成6张海底宝藏，随机置入我方牌库中。如果说太郎丸和白手套对随机性做出了一些限制，那么海中寻宝就是原教旨主义的经典洗抽组件了。生成的海底宝藏消耗0头，会治疗我方角色1点，并随机生成1个元素头。
相比于太郎丸的2杂色8收益，白手套的0头2收益，海中寻宝的收益则达到了惊人的1头12收益。但是生成的 token 更多也就意味着更容易污染牌库，会干扰关键牌，如本大爷、速切等牌的上手。我个人比较推荐牌库基本过空，再使用海中寻宝去稳定获取收益。但是具体要如何构筑，还要等到更新后实测。另外，海底宝藏的治疗效果也能配合枫丹体系，如老兵的熔岩、工艺的仇报去获取额外收益。最后是料理牌缤纷马卡龙，2杂色头治疗目标角色1点，该角色接下来3次受到伤害后再治疗1点。相比于松茸酿肉卷，对头子的要求相对要低一些，但是相应的会少回复1点。马卡龙的优势在于它能更快的获得收益，尤其是在面对高频攻击时，甚至能单回合直接回复4点。它还能配合枫丹体系，比如这次时装的武器牌工艺的仇报，来加速收益的获取。在捷德和七月2大强者削弱之后，不依赖圣遗物体系的墨幽流估计会在下版本环境初期占据主流。随后传统的双色快攻以及水凝等慢速牌组应该也会有生存空间。而新角色中，我比较看好水使徒和火螃蟹。如果说九茜和发露山是原有体系的润滑剂，那么水使徒和火螃蟹就是能引领新思路的发动机。而行动牌中，洗抽体系的3张新牌都很有潜力，而紫金的花冠上限极高，有可能成为环境中的黑马。稍后我会将自己预构筑的牌组放在评论区置顶，如果各位对新版本牌组的构筑有什么想法，欢迎在评论区讨论。新版本抽卡以后，我也会在第一时间体验各种新牌组。我已经等不及新版本啦，快让我打牌！我现在就要打牌。